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。迢迢剑影如织。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。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，可见他已明白，若无太傅助力，他寸步难行。殿下既知太傅之能，此番是好，怕是有意结盟。权力不握在己手，终是虚妄。楚灵一死，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。纵使有钟长荣坐镇，朔漠、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，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？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，她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，获得了最大的好处。如今局势变更，与谁结盟，都得三思而后行啊！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贵女了，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，还要搞什么楚园文会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？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。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，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？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？你竟口出狂言！景公子，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，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，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。才学的事儿，你偷不来也抢不走。你在这说大话没用。好，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，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。好啊！但若你输了，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，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。比就比，小小女娘如此猖狂，那棋艺、书艺以及才艺，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。阿汤，你的棋到底行不行？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，对付她足够了吧？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？啊？还要继续下吗？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吧。就是，我们比书艺，我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。好啊，我又不需要靠读书来安身立命。
所以啊，书艺也是我打发时间而已。哎呀，写的是真不错呀！对呀，又说景公子是用心写过的。哎，瞧，还有换种写法，真不错。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快，对，就是。景公子，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多。嘴还挺硬。小女子惯会刁钻耍滑。就是。景公子，你可有脸，还来诋毁我们楚云文会？3局2胜，我看第3项也不用再比了，省得景公子最后面子都没了。说是景公子不服，大可来我们楚云文会，咱们再堂堂正正的比一场。得去啊！怕他不成，去得去。跟他比，对啊。阿唐，咱们就这么下了井上舒家公子的面子，真的无妨吗？我方才那样高调，只是想让他们不要轻视了咱们的楚元文会。景公子呢，也算小有名气，这样一闹腾下来，定会有很多人来咱们文会凑热闹的。我也算是不辜负阿昭所托吧。走。文会，你们这次又打的什么算盘啊？谁啊？张伯，是我。九公子，我来看看你。坐。当年祠堂会审，唯有张伯没有指认我纵火，阿九心怀感念。会见下人，有何资格指责九公子啊？你也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，这酒就不喝了。这酒可以不喝。那张伯是否能告诉我，当年从魏家村带出来的小孩，他是否还活着？父母如今在乔山学馆安顿，心情倒是好了不少。哦，对，官府还配了块地呢。地可以留下，但伯父须无束修，授徒100人。你是想让父亲用这块地的收益传道授业？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伯父不是更有声望吗？父亲定会答应，不过他向来都不理会这些账目。这次母亲怕是要心疼这笔赔本买卖了，也让二老吃个教训，往后行事啊也更谨慎些。贪念一起，便是他人陷阱。姐姐果然通透。对了，你与景公子在茶楼一番高调切磋，确实有用，让不少人对咱们楚元文会生了兴趣。还不都是因为你的办法好啊？不过阿昭，他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来看笑话的，说什么所谓的女子读书就是意图不轨，办这文会也不过只是为了寻个良配。这些读书人讲话怎能这般难听？难听便不听，本也没什么用。不过是些自觉丢了颜面的大男子们，想给自己找回些体面罢了。待文会那日，咱们让他们好好瞧瞧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笑话。
上次景公子不察，输了棋局，让你们这群小娘子狂得没边。今日我便让尔等看看何为自取其辱。这话不可说太满，落子才知。好啊，若你输了，该当如何？若我输了，自写认输状，从此不再碰棋。你的认输状值几个钱？女子的棋艺也配登这大雅之堂？彭公子好大的口气！在下并未觉得自己所言有失。若长公主以权压人，在下也可以道歉。若周娘子输了，本宫陪她一同写认输状，以长公主之名。彭公子意下如何？阿昭，长公主殿下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因为你是女子，我也是。他们轻视女子，便是轻视我们所有人。原来这就是长公主带这群女人折腾文慧的用意。你要为她们撑腰？不，本宫只是想告诉你，女子落子，亦能定乾坤。阿昭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？他们侥幸赢了便罢，若不慎输了，你还真以长公主之名，到处给人写认输状吗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怕输。长公主又如何？反正他们从未看得起过女子，即使身居高位，也无法让他们心悦诚服，那便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他们都是家学渊源，可不会输。即使输了也没关系，只要比下去，总不会一直输，总有赢的可能。只要赢了，便不枉今天这一遭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文会的目的是要彰显咱们女子亦能与男子比肩。咱们女子虽自幼读书习字，通晓六艺，却也自幼被教诲，学习这些都是为了能嫁个好人家，能相夫教子，取悦夫家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可以不用为了取悦任何人，只是为了自己赢得声名。世子，王爷的密信。父王说，楚都的风雨我暂歇，且让我耐着性子当。可是，他自幼教我的棋路里，从来止步杀招。王爷毕竟还是惦记着您的。铁英，研墨。是。世子是要回信。我要给邓毅写信。邓太傅，说起来，他当初助我们逃离蜀都，楚昭却并未拿他问罪，想必是又达成什么交易。以眼下的情形看，他和我们未必还是一条心。是不是一条心不重要，但他欠我的东西，终归得先还了。殿下，太傅今日怎么还礼数周全了？本宫冒昧前来，没打扰太傅吧？偶得一只玉璧，特来赠与太傅。质地温润，色泽光洁，的确是块稀世珍品啊！多谢殿下。殿下，
请。殿下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本宫近日接到密报，说朔漠王去而复返，边郡恐有异动。听闻太傅当初欲往云中郡派遣亲信将领，被谢大人手持长公主令拦下了。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，本宫着实感动，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。谢燕来如何？殿下既与谢氏博弈，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军。当时臣就劝过，禁军之权不可轻受。如今边军又托谢燕来，殿下是真信他，还是笃定谢燕方不敢动他？谢燕来是本宫的人，与谢家无关。殿下说他是您的人，可在天下人看来，他姓谢。若有一日谢燕方让他选，殿下猜他会如何？他会选我。天下既然心意已决，臣也不便再劝，指望他日边关捷报，莫成他人驾议。太傅多虑了。玉是好玉，只是得让人好好养着。他竟去找了邓毅。是，两人密谈良久。看来楚昭已经把我当作对手，想借邓毅钳制于我。那下一步就该让九弟掌管边军了。那这军权落到谢氏手里，也不是件坏事啊。不，如今九弟已经变了。不过幸好，我还有一条更听话的狼犬。公子，您真是高瞻远瞩。棋子虽小，若用得好，也能搅动风云。太傅近日可去见过萧寻？他是关押的质子，臣不便探望。大人是太傅，无论是大楚子民还是臣子，都应体恤。如今和他界限划得如此干脆，倒让人生疑。殿下既敲打过本官要与你同心，又何必再试探？莫非是有何关于本官的风言风语？没有，只是随便聊聊。殿下，臣为大楚江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无二心。太傅的忠心，本宫自然知晓。夜深了，我也不便打扰了。边军统领一事，还望太傅再仔细斟酌，切莫早下决断。太傅，长公主与您已经离席。我知道，在这局棋里，最先被吃掉的永远是孤子，所以我们要早做打算，各凭本事，活下去。太傅，这是萧世子的信。近日占卜之术精进许多，终解乾隆在渊之象，还未多谢太傅昔日不吝赐教。
哎呀，这宫女的衣裙真烦人，束手束脚，让人不自在，还不如我的江湖布衣舒坦。就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你还伺候娘子？给我。阿乐，你带她去换身轻便衣服，不用与宫女一般。公主面冷心热，跟你娘亲一模一样。娘亲？谁的？公主的娘亲？她娘就是我姑姑。哎，你别再问了。我以前替公主算过一卦，卦象显示母犹在，我还以为是龟壳裂错了纹。你会卜卦，还那么准？哎，给我也算一卦呗。不，切，不起算了。给你算，给你算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远方来信，这你也能算出来？我用眼睛看的。殿下，新兵来信，是谢兰送来的。怎么了？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，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。火油罐，有人用火油纵火。4月辛巳，丹丘马正，3号起。这批号什么意思啊？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，这是萧南郡的东西。这邓大人还算有心，知道关心世子。属下近日得到消息，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。自从守村之后，萧南郡的所有货物文书全部被销毁，不可能会查出破绽。就怕有人不死心，还想借题发挥。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！去，派人盯紧一点，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。魏家村的这把火，若是烧到我们身上，勾结朔魔的罪名，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。是。还在等你父王来救你。如今萧南郡都自顾不暇，你这颗棋子，怕是废了。长公主专程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吗？不，本宫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可以选择不杀你，但我也可以让你永居楚都，做一辈子之子。我知道你父王给你送信了，你以为他真的想救你啊？这封信表面看似安抚，实则连退路都替你想好。你若是想逃，便是萧南郡早有预谋，抗旨欺君。哦，你知道在萧南郡，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本王有7亿人，有妾3人，生育7个儿。够了！怎么生气了？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
长公主，何必步步紧逼，如此咄咄逼人？不就是想听我亲口说说我要回萧南郡吗？但我是不会说的。我喜欢这座小院儿，小巧又精致。那本宫就祝世子永生永世的住在这里，看看你究竟是金陵待石，还是笼中折翼。阿昭，这次的楚元文会，阿江棋艺不凡，赢了不少学子，给我们女子出尽了风头。阿江的棋道本就该在更大的天地间落子，这些年他潜心钻研，如今终是让世人看清，这纵横19道原就不该有男女之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邓太傅一直压着朔漠大战的军功迟迟不宣，这朝堂上议论纷纷。你说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还能有什么主意啊？他想压的只有谢燕来一人罢了。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，朝中有心之人，谁不是虎视眈眈？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？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？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，而他是父亲和中书亲自选定的人。可他姓谢，邓毅一贯防着谢家掌兵，更何况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。所以，我要在朝堂上撕开这个口子。邓太傅，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？突围鹰嘴谷，重创朔漠王，哪一件不是居首功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，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。魏将军职责重要，朝廷任命不能指定。若世袭罔替，最适合统领边军的是长公主殿下。可惜长公主不能，自要有人取而代之。再者说了，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，她却擅离职守，按律当斩，何谈封赏？太傅可还记得，若非谢燕来及时察觉萧南郡异动，萧巡的刀此刻已经架在陛下颈间。太傅为何执意苛责谢统领？哪怕殿下要臣死，臣也必须说：律法如山，不能轻废。谢燕来违抗圣命事实，若不严惩，恐日后效仿者频多，那就乱了朝纲。那太傅以为如何？论罪当诛。九弟回京了，但蹊跷的是，前日酉时到昨夜子时，谢燕来踪迹全无，我们的人也跟丢了。这就有意思了。他不陪在楚昭身边，却选择单独行动，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。不过也无妨，继续盯着就是。朝堂上如何了？公子神机妙算。今早称病未现身，朝堂上果真变动，
长公主以军功为由，请赐谢燕来为卫将军。太傅什么反应？太傅当场发难，说谢燕来擅离职守，论罪当诛。若太傅真杀了九弟，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，我们谢家兵权更盛，好个两难局呀！还有一事，邓毅于近日与萧训密会3次，且皆在半夜子时之后。有趣。一向审时度势的邓太傅，为何这次死抱着个枯木不撒手？莫不是萧勋还有什么后手？那我们是不是该提前做些防范？先听着，莫要打草惊蛇。是。长公主驾到！长公主殿下，三公子养病要紧，何必多礼？我的病情也逃不过殿下的眼睛。长公主莅临寒舍，这边请。殿下，九弟在你心中固然重要，可你难道就不怕邓毅借题发挥？谢燕来毕竟是你亲弟弟，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，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？殿下为师是冤枉谢某了。我这个做兄长的，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，可我谢家100年氏族，总不能次次因为他任性妄为，赌上全族的性命吧？我比任何人都想救他，可是这次有心无力。好个有心无力！谢大人这唱戏的功夫，可要与其意不相伯仲啊。说到为他担干系，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，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？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。你知道？无论如何，谢燕来掌兵权，对谢家也有好处。还望谢三公子不吝生援。这人呐，还是变了。为何还不睡？不想睡，闭上眼睛就想到太傅今日在朝堂上发脾气，他说舅舅该杀，可我不想杀舅舅。放心，明日朝堂，姐姐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该被信任的人。姐姐有办法了，明日你就知道了。睡吧。嗯。
查到线索了吗？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，不过牵扯深广，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。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？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野，怎么会扯上魏家村？我在谢家的药库里，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野，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，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。小孩？阿响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响的藏身之地，不过我相信阿响一定还活着。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，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。那火油罐碎片上，分明印着萧南郡的商队编号，这火油分明就是出自萧南郡，可现场留下的标记却是仓木寨的，这栽赃的手法未免过于明显了。你是说，有人想借这场大火来逼出我娘？这仓木寨有什么需要大动干戈的秘密？那必定是你娘朔漠女将的身份。如果真的有人想借这把火引朝廷调查仓木寨，你娘的身份必定会暴露，你爹欺君之罪难逃，定会降罪调离。此人必定是朔漠王。这环环相扣的局，如果没有内应，要如何成事？可萧薰当年做的事太干净，我还需要确凿的证据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老周，此事牵扯深广，和你娘有关，还牵扯到你的身世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如果被发现，后患无穷。阿周，魏家村的事情于你于我都非常重要，我定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但我会小心探查，不会让谢三有所察觉。阿周，朝中之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若你真的要硬抱我，那太傅定会拿擅离职守做文章，兴许会逼你退居后宫。但军功是你应得的。以前只求马革裹尸，一时痛快，现在只想活得更长，护一人周全。那人是谁啊？谢将军，不妨说清楚。一天一天走过旧山川，一遍一遍望尽古城汉，金戈铁马回看，你在归途彼岸。一夜一夜数着秋渐满，一年一年相聚太短暂，情深缘浅，何苦都那么难。我和你风雨共悲欢，你可会骗我？有一份相知的羁绊，两个人温暖又孤单。不会，阿周，月神在上，永远不会。我贪了世事太无端，一个人寂寞的勇敢，千里之外另一个人也心有所感。我爹希望你接手边军军权，你可愿意？为了你和将军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独自涉险去和邓仪周旋。明日上朝，我自会去征。我和你风雨共悲欢，有一份相知的羁绊，一个人寂寞的勇敢，千里之外另一个人也心有所感。
臣再请推举梁强。不可。长公主屡屡干政，实乃后宫之忌。臣恳请长公主退居公主府，永不再涉朝堂。末将谢燕来，参见陛下，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臣愿立军令状，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，否则军法处置。谢大人，你也同意？燕来既有此志，为兄自然鼎力相助。殿下不可！朔漠若因此举兵，边疆必乱，不能再打了。懦夫之见，若能取其王首，不正是扬我国威之时？不准了！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，领卫将军印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偏要乘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就绕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就绕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。